算命的说我八字旺，命里带财。我亲爸不信，对我不屑一顾，有啥用？丫头片子一个。于是跟我妈离婚，投向小三的怀抱。后来我继父生意越做越大，开豪车，住别墅，还有私人飞机。而我亲爸穷困潦倒，又生了3个丫头片，其中2个都不是自己的种。周围的人对他指指点点，他呀，傻蛋一个，不要金蛋蛋亲闺女，给别人养了10几年娃，报应啊！听说周云云闹着要学艺术，理由是她要考电影学院，以后当大明星。我同学都说周云云是受了我的刺激，因为前几天我在校门口被一个星探拦了，要挖掘我去当明星，八字都没一撇的事，不知道怎么传开了。更可笑的是，周云云竟然跑来给我下战帖：江穗穗，我以后一定会比你更火，把你狠狠踩在脚底。忘了说，周云云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比我小半年。她是我亲爸周大言出轨的产物。我妈跟周大言结婚5年才有的我。怀孕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我妈的肚子尖尖的，一看就是个儿子。老周家满心欢喜，期待了10个月，结果生出来却是个丫头片子。周大言是公职人员，不能生2胎，丫头片子不能继承香火，还要被村里人戳着脊梁骨说绝户。周大言和他妈一合计，反手就把我妈扫地出门。我妈当时对周大言还有感情，也不想我刚出生就没了爹，红着眼睛挽留周大言。村口那个独眼先生看过穗穗，说她天庭饱满，命格贵重，八字带财。穗穗出生之后，你升职加薪，事事顺利，你真舍得不要她吗？彼时周大言一门心思离婚生儿子，根本听不进我妈说的话，有啥用？丫头片子一个。他怕我妈死缠烂打，把事情闹大，就把他孕期勾搭上的周云云他妈姚静带到我妈面前，指着姚静凸起的孕肚说：你不愿意离婚，那就把姚静生下来的儿子视若己出。我妈辛苦怀孕的时候，周大言却在外面乱来。得知真相的我妈大受打击，她擦掉眼泪，离婚，带我离开周家。我外婆那边劝她把我送人了，让我妈趁年轻再找一个比周大言更好的。但我妈不舍得，她说我跟她血脉相连，她就是吃糠咽菜，也不愿意把我送人。事实上，我妈也没吃糠咽菜过。我周岁会走路之后，她就带着我来大城市打拼了。结果运气好，遇上了个好老板，给的工资待遇远超我妈的预期不说，工作还清闲，让她一个单身女人养一个小孩，没有丝毫压力。这个老板嘛，就是我爸。他跟我妈一见钟情，工资和岗位都是他故意放水的，就是为了拿下我妈。我爸跟周大言比起来，年轻、帅气、有钱，还对我妈死心塌地，非亲不娶。为了这事，我爷爷奶奶气得够呛，甚至上我家门要棒打鸳鸯，结果没打成。我妈捂着嘴痴痴的笑，眼底闪烁着骄傲的光芒。你那时候长得就是个雪团子，粉雕玉琢，又白又嫩的。你爷爷奶奶一把年纪的人了，上一次抱奶娃还是30年前呢。看到你这么可爱，立刻被征服了，一口一个心肝宝贝，叫得比我还亲热。我爸因为娶我妈，没少被他亲戚说闲话。江安就是个猪脑子，这么年轻，条件这么好，不找漂亮的黄花闺女，竟然想不开，找个带拖油瓶的老菜帮子。爱给别人养孩子，还不如给我们养呢。我们家的孩子，好歹跟他有血缘关系。3岁的我啥也不懂，一抽一抽的哭着反驳他们。我爸爸才不是猪，我爸爸是人，好人。我爸以为亲戚欺负我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抱着我对他们：谁敢欺负穗穗，就是跟我江安为敌。既然都跟我为敌了，那亲戚也不用做了。3岁的我一战成名，那些亲戚都说我妈是大狐狸精，我是小狐狸精。母女2个把我爸迷得团团转。带头的三叔公指着我爸的鼻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为了个外人得罪我们这些亲戚，你至于吗？他们母女俩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爸的暴脾气更压不住了。原来是三叔你带的头，一把年纪的人了，
欺负一个3岁奶娃娃，你要脸吗？一句话差点把三叔公气得当场心梗。江安，你个混账！你把野孩子当宝，将来你别哭。这些亲戚是看我爸生意起步了，想让我爸拉拔一下他们，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因为他们上门的目的都没来得及说，就被我爸气跑了，两边关系破裂，他们只好在背地里祈祷我爸倒霉，最好公司破产，带着我妈和我睡天桥去。结果那一年，我爸的生意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大单不断，赚了很多钱。4岁那年，我们搬出了爷爷奶奶的老房子，因为我爸赚了钱，买了我们市里地段最好的别墅。从这时开始，他已经把跟三叔公支流的亲戚距离彻底拉开了。原本还等着我爸打脸的他们，这会儿恨不得给我爸跪下，就为了他指缝里露一点，他们好跟着喝点汤。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，我爸公司业务扩张，总是很忙，经常要到外地开会、视察工厂。夸张的时候，我半个月才能见他一次，所以他每次出差之前，我都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。又一次出差的时间到了，我故技重施，情真意切地哭了起来。我哭得特别惨，一边哭一边嚷嚷：“岁岁不要爸爸走，爸爸走了，岁岁就没爸爸了。”我被我妈养得娇，平时又不爱哭，这次哭着哭着就喘了起来，换不上气，仿佛整个人要不行了一样。我爸吓得够呛，忘了出差的事，抱着我跌跌撞撞就往医院跑。公司那边，我爸的下属按照原计划准时出门，结果在去机场的路上遭遇连环车祸，一车人全部丧命。消息传回来，我奶奶吓得差点昏厥，回过神后抱着我爸失声痛哭：“我的安子啊，幸好你没去，要不然就没命了呀！”换而言之，因为我的哭闹，间接救了我爸一命。后面我见到周大言，是他跑来大城市闯荡，恰好要租我奶奶的老房子。闯荡是表面说辞，真实原因是姚静这倒霉催的，照的 B 超不准。明明说怀了男孩，生出来却又是女孩。周大言为了生儿子，就把铁饭碗给辞了。妙华，竟然是你！周大言看到我妈那一刻，眼睛都瞪直了。他大概是以为我妈被他抛弃，估计会过得很惨。可现实打了周大言一巴掌。我妈比是10年前还漂亮，皮肤白皙紧致，根本不像是生过孩子的人。他的现任老婆姚静比我妈小5岁。但在我妈面前，看起来比我妈大了15岁。狐狸精，穿成这样勾引男人，不要脸！这话不是姚静说的，而是她才10岁的女儿周云云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为姚静出头了。如果她不是在骂我妈，那我大抵会欣赏她的，毕竟维护自己的母亲没有错。我也很爱我妈，又跟我爸一样小心眼，不允许任何人诋毁她。所以我拉着我妈的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妈，我不喜欢这家人，我们的房子不租给他们。不行，江太太都说好了，我们今天只要过来签个合同的，你不同意那是违约。”周大言生怕租不到我奶奶的房子，毕竟老房子除了比较旧，位置却特别好，生活和交通都很便利。我妈冷笑，指着大门口轰他们：“没收你房租，也还没签合同，哪来的违约之说？”周大言，赶紧带着你人和东西出去！周大言气得脸色通红，有些气急败坏道：“苏妙华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故意整我，那又如何？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我就是让乞丐进来免费住，也不会租给你周大言。”足足10年。我妈才出了这口当初被周大言赶出家门的恶气。周大言脸色铁青，提出要见我奶奶，我要跟江太太亲自谈。我奶奶没空，她说房子交给我妈全权处理。我站在我妈面前，毫不畏惧地迎上她的视线。周大言一愣，看着我的脸好几秒，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女儿，这是岁岁。江太太为什么成了你的奶奶？苏妙华，你带着我女儿嫁给别的男人。周大言说着，脸色都变了，又愤怒又嫉恨，仿佛我妈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。他的女儿。我一脸奇怪地看着他们一家3口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
我亲爸早就死了。这话是我妈告诉我的。她说你亲爸在你出生那年就死了，所以从没出现过，因为人死不能复生。我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生父还在不在的，我压根无所谓，反正我对他没感情。横竖我有我爸，他陪伴着我长大，把我捧在手心，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爸爸了。周大言跟吃了炸药一样，一把掐住我的手腕，大声咆哮：谁说我死了？我周大言活得好好的，瞪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才是你亲爹。我感觉自己的手快被他掐断了，痛得我直哆嗦。但周大言的话让我忘了痛，本能反驳他：你不是，我只有一个爸爸，他叫江安。我妈看我手腕被掐红，担心的心脏一抽一抽的。周大言，你给我放手！苏妙华，你竟然跟我女儿说我死了，还让她认别人当爸！我妈抬起手，对着他的脸狠狠扇了一巴掌。不认别人，认你？你周大言配吗？这么多年你找过他一次，付过一次抚养费吗？现在来摆亲爸的款，没门！离婚那天开始，我就当你死了，岁岁也没你这个爹。你休想挨我女儿分毫。周家人被赶跑了，这一仗我们母女俩完胜。我妈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，把我紧紧抱住，仿佛生怕我不见了似的。岁岁，你把今天的事忘了吧。我抬起头，一脸不解地看着他。有些人活着，但还不如死了。比如周大言，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显然也不是个好父亲。我不会再让他有机会见你的。我妈红着眼圈，态度异常坚决。她很少在我面前表露不好的情绪，或者是干涉我交朋友。事实上，我妈一直算是情绪内敛的那类人，不像我爸，总是大大方方告诉我：岁岁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我的小公主，爸爸爱你。我妈从不会这么说，但我知道，她爱我的心绝对不比我爸少。好，妈妈你别哭，我永远记得我只有一个爸爸江安。我是江安的闺女。我轻拍我妈的后背，安慰她。奶奶得知房子没有租出去，也没生气，反正不愁租，留给其他有缘人就是。但我爸却从我妈的神态间察觉到不对劲，趁着我妈去洗澡后，逮着我一顿审，说吧，闺女，今天发生了什么？我答应我妈不在家提周大言，连奶奶面前都没说他的身份。面对我爸的追问，我只能苦着脸摇头。没事爸，骗谁呢？你妈出门前还好好的，这会儿眼眶发红。当我没看到，我爸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拆穿了我。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脱口而出：妈都不装了，爸你怎么还看得出来？待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我连忙捂着嘴。我爸把我手拽开了：别捂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赶紧老实交代。在我爸的威逼利诱之下，我只好把周大言的事交代了。这周大言敢在我江安的地盘上耍横，还欺负我老婆孩子，我爸那暴脾气当即就忍不住了。今天就该我跟你们母女一起去，我不把周大言打得满地找牙，我就跟他姓。我爸在我面前豪横得不得了，但等我妈洗完澡出来了，他又赶紧嘘了一下，暗示我别穿帮，然后亲亲热热给我妈吹头发去了。这天我家风平浪静，并没有因为周大言的出现而产生什么家庭冲突。但周家不是这样，周大言没租到我奶奶的房子，又被我妈刺激，晚上在旅店喝闷酒，喝多了发酒疯，竟然把周云云打了一顿。他说：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谁让你骂别人狐狸精的？如果不是你惹岁岁不高兴，他会不把房子租给我？大城市什么都要钱，他们多在旅店住几天，房租就贵不少。尤其是短时间内想再找我奶奶那样的房子，难上加难。周云云被揍得嗷嗷哭，姚静看不下去，冲过去阻挠周大言：周大言，你是不是看苏妙华现在年轻漂亮，又惦记上她了？早在周云云出生后发现不是儿子，周大言就在外面勾勾搭搭，没少给姚静添堵。周大言气急败坏：姚静，你少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？你认出苏妙华那一刻眼睛都看直了，该不会是后悔跟他离婚了吧？可惜后悔也迟了，
人家早就找了有钱老公，连你亲女儿都不认你。”姚静这话戳到了周大言痛脚，他抬起手对着姚静那张脸一巴掌呼过去：“让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胡咧咧，连个儿子都不会生，还敢说我？周大言，你敢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会离婚，会辞职，会在这里受气。”周大言越说越气，下手也越狠。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，还多亏了周云云。据说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都没睡，周大言和姚静互殴，周云云被吓得不敢睡。我和周云云互相不待见，却偏偏成了同班同学。姚静怕周云云在新学校被欺负，还给我们班主任塞好处。于是尽职尽责的班主任把周云云领进教室，在讲台往下一看，最后选中了我旁边的空位置，大手一挥，周云云就成了我的同桌。江穗穗，你个害人精！因为你，我第一次被爸爸打。周云云满脸怨恨，不怪周大言这个施暴者，却认为是我的错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好心提醒他：“那你要小心了。我妈说打人大小孩是家暴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只要你们这对大小狐狸精不出现，我爸就不会再打我。”周云云好像对周大言充满了信心，我就不跟他说这些了。等下课回到家，我告诉我妈周云云成了我的同桌，我妈脸刷一下变了颜色，抓着我的手失态地问：“她为什么会成你的同桌？她转到你们学校了？”“对，是他妈带她来报道的。”我和姚静还打了个照面，他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不行，你们不能当同桌，不能在一个班级，甚至是同一个学校。”我妈决定给我转学，而且动作很快。她跟我爸商量转学的事，我爸一脸困惑，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，显得我们穗穗怕了他们似的。我爸压根没把周大言放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捏死周大言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直接给我转学，就是落荒而逃的软脚虾。我妈趴在我爸怀里红了眼，穗穗不怕他们，可是我怕周大言跟我抢女儿。这是我妈第一次在我爸面前表现得这么脆弱，把我爸心疼坏了。当下把自己刚说的话忘到了爪哇国。好，我们给穗穗转学，不让周大言接近我闺女半步。第二天，我妈陪我到学校办理转学手续。没想到在学校碰到了周大言，他一个人来的，不是为了找周云云，竟然是为了找我。这一次，周大言看了我许久，才把视线转向我妈。妙华，怎么说，我们都夫妻一场，没必要闹得太难看，吓到穗穗。周大言，你挡住我的路了，让开！我妈压根不想跟他说话，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。周大言被我妈当空气，脸上挂不住。他本就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见我妈油盐不进的样子，直接伸手拦住我。穗穗也是我女儿，这些年我错过了她的成长，现在好不容易我们父女相见，我得多弥补她。周大言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妈抬高声音：“我要带我女儿出去吃饭，带她去游乐园，给她买衣服。”我妈被他这无耻的话气得整个人发抖，我赶紧拍她的后背安抚她。一边对周大言说：“我不需要你买衣服，游乐园也去腻了，更不想出去外面吃饭。那你要什么？芭比娃娃、玩具？你要什么，爸爸就给你买什么。”周大言一脸很大方的模样，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，不去哄他另一个闺女周云云，却来我这边献殷勤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芭比娃娃我多的是。玩具我不感兴趣，家里这么多空房间，我有专门的衣帽间，里面都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最新款衣服裙子，更别我还有专门的玩具房，里面收藏了我从小到的各种玩具。周大言脸色渐渐沉了下来，那我们父女俩吃个饭。我直接说了一句：“不行，我要上课。”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不愿意跟我出去。我点头承认了，对，我不愿意。周大言见我这么直白承认，脸色难看至极。你不就是嫌弃我比你辛爸穷吗？听过一句话没有？狗不嫌家贫。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，嫌贫爱富倒是跟你妈学了10成10。周大言声音洪亮，一下子把学校老师领导支流都招来了。
他们都看着我和我妈，八卦的视线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，朝着我们不停地扎过来。周大言，你一个重男轻女，为了生儿子逼我妈净身出户离婚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嫌贫爱富？如果不是我爸，我和我妈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抛弃妻女，还倒打一耙，我真没见过比你还无耻的人。反正我都要转学了，也不怕在老师面前自曝家丑。而原本还对我和我妈指指点点的他们，此刻露出了然的表情，小声嘀咕周大言不是东西之类的话。我妈回过神来，冷笑几声，碎碎说的没错，周大言，你真无耻。妈，不用理他，我们走吧。我扯了扯我妈的手，不想再跟周大言浪费时间。周大言见状，立马质问旁边的老师：“不是要上课吗？怎么允许苏妙华带着我女儿出去？你们学校怎么管理的？任由学生旷课？”班主任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道：“江穗穗同学已经办理转学了，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苏女士要带她回家，我们无权干涉。”什么？苏妙华，你什么意思？凭什么给我女儿办理转学？周大言追上来，不依不饶地问。我妈脚步一顿，转过身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凭我是穗穗母亲，凭我有钱。周大言被对的脸色发青。苏妙华，你够狠！你等着，老子以后会比江安赚更得的钱。我妈一脸平静地看着他。上一个在我面前这么说的还是江安他三叔，这会儿他都70岁了，还在小区当保安呢。从学校出来之后，我忧心忡忡地问我妈：“周大言不会真能干出点啥吧？看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我有点担心了。这还没赚到钱呢，就拽得不得了。他若是真走狗屎运赚到钱了，岂不是要我们一家3口狠狠踩死？”我妈冷笑：“他那是白日做梦。他的性格注定他成不了大事。”我妈说的特别笃定，但我还是不放心。回到家跟我爸嘀嘀咕咕了半天，实在不行，爸你给他下点绊子。我爸气得吹胡子瞪眼：“你爸是这种人吗？暗中下绊子这种事，我可干不出来。那你就光明正大下。”我怂恿我爸道：“要不然，周大言若是赚点钱飘了，回过头来跟你和我妈抢我怎么办？你舍得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闺女被他抢走吗？我妈跟我爸结婚绑死了，周大言不可能让我妈怎么样。但就他那狭隘的性格，万一为了故意恶心我爸妈跟他们抢我呢？我觉得周大言可能真做得出来。”我爸被我一说，脸上有了危机感。那不行，你可是我老江家的人，跟他周大言没关系。那绊子下不下？我爸点了点头：“下，不下是孙子。那爸，你加油，我就等你好消息了。”可惜，我爸到底没有给周大言下绊子的机会。他告诉我，周大言找了他一个大学同学投资办厂，可惜对方不靠谱，是个有前科的。这是不用我出手，要不了多久，周大言就要倒霉了。真是一言难尽。我爸觉得周大言的危机解除了，心情一好，就带着我和我妈买。只不过不是买衣服首饰，他老人家又看上我们市里新建的别墅了，说要去买别墅。没想到我们看房的时候，竟然遇到了周大言。周大言穿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头上打着发胶，看起来特别意气风发，像个成功人士。而他身后的姚静和周云云也穿着一身新衣裳，姚静手上还戴了2个又大又粗的金手镯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有钱一样。姚静看到我们，故意拉着周大言和周云云凑过来：“妙华姐，好久不见了。”我妈神情冷淡：“有事吗？这不是见你们也在这里看别墅吗？一起参谋呗，没准我们以后当邻居了呢。”姚静一脸得意地说。我一脸吃惊，看了我爸一眼：“不是说周大言要倒霉了吗？怎么还有时间来看房子？尤其看的是这么昂贵的别墅。”我妈冷笑一声：“当邻居？我看你们是没睡醒，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。”苏妙华，你以为只有老公才买得起别墅？周大言趾高气扬地看着我们。事实证明，我周大言一样有本事，赚钱对我而言轻而易举。姚静跟他一唱一和，就是一套别墅而已，
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爸也点了点头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是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只配给我女儿当个毕业礼物而已。怎么，江安，你这是怕自己破产，这么急着给那丫头片子货准备大学毕业礼物？周大言斜睨着我，一脸嫌弃的表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样看我，我反而放心了很多。这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男人面对女儿的正常态度吗？鬼知道他之前去学校找我是抽什么风。我爸呵呵一笑，大学毕业还早着呢，小学毕业倒是快了。我这当爸的不得准备个毕业礼物。周家人听到我爸这话，脸色齐齐绿了。我爸笑眯眯的回头跟中介说，这栋和左边那栋我都要了，一栋给我闺女当毕业礼物，一栋我和我老婆自住。中介喜笑颜开，好的，江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办妥。周大言满脸嫉妒，冷嘲热讽地说，给穗穗买也是应该的，要不是我周大言的女儿，你江安可没今天。周大言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我妈呵斥，妙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当初你说穗穗八字旺，命里带财，看来那瞎眼先生也没说错。你看江安在我女儿的作用下，可不就是赚了很多钱吗？不过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不需要女儿的八字来助力，我周大言自己能赚钱。周大言刚说完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脸上表情更加得意。看，又有人送钱上门了，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周大言当着我们的面接电话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小梁啊，不是说我今天来看房子没空，让你有什么事找副总吗？”不知道电话那边说了什么，周大言脸色忽然一变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爸捏了捏我的手，示意我好戏开始了。就见周大言把电话一挂，转身就上了旁边的车。大言，怎么了？这是我们的别墅还没签呢。姚静急哄哄地凑过去，周大言满脸不耐，公司有点事要我处理，改天再来签。周大言的合作伙伴压根没给他改天签别墅的机会，人家把公司洗劫一空，就带着老婆孩子跑路了，给周大言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和几百万的银行贷款。他还去银行贷款了，几百万可不是小数目。我爸点头，也是他那个合作伙伴有本事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说的，周大言就去贷款了。我原以为最起码还要再多几个月才爆雷，没想到比我想象中早了很多。周大言不只借了银行的钱，也跟他的亲戚朋友借了不少，毕竟他那个大学同学当时穿着一身行头，看起来是很有钱，才把周大言糊弄住了。周大言的创业是一次失败的尝试，还为此背上了巨额债务。不过很快我就没有心思关注他这些事了，因为我妈怀孕了，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转移到了我妈身上。这些年，因为我妈和我爸没生孩子，那些亲戚私底下没少说闲话。穗穗是很漂亮，人也聪明，但到底不是江家的血骨。现在安子家大业大，难不成以后都给他一个女娃接手？他们不再说我妈是老菜帮子，但没有给我爸生孩子，依旧躲不开那些人的口诛笔伐，甚至他们在私底下嘀咕，我妈是不是不能生了？这次我妈怀孕，那些亲戚比我们还激动，他们一脸欣慰地说，我爸，安子这下可以放心了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总算有孩子了。当然，他们也没放过我，穗穗是大姑娘了，以后当姐姐了，要照顾好弟弟哦。我觉得很搞笑，谁说是弟弟了？那些亲戚微微变脸，难不成是妹妹？妹妹怎么了？不怎么，妹妹也无妨，大不了再生一个弟弟，反正你爸有钱，别说再生2个了，再生10个8个都不在话下。我爸黑着脸走过来，10个8个，你们当我老婆是母猪呢？亲戚知道我爸的脾气，在他面前收敛了不少。哈哈哈，安子你别生气，我们就是开个玩笑，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，以后不要在穗穗面前乱说话，否则我会生气。我爸语气严厉，完全是警告他们的意思，不管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们都不会再要孩子，以后家产穗穗和这个孩子一人一半。至于穗穗和他的弟弟或者妹妹谁能力更出众，
那就谁来接管公司？亲戚们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他们没有说话，但眼神都在说：我爸估计疯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你们回去吧。亲戚被我爸赶跑了。他挠了挠头，拉着我在沙发坐下，第一次跟我聊起弟弟妹妹的事。原本我和你妈都没打算要孩子，这个孩子是意外。我爸的表情有些小心翼翼。爸，你没必要这么紧张。我安慰他，我完全相信我爸说的，如果他要生，前面10多年前有的是时间和机会，完全没必要等到我懂事了才给我添弟弟妹妹。我爸一脸惆怅地叹了口气，这不是担心你不好受吗？爸得跟你说清楚情况，你妈也没备孕，我那段时间还喝了酒，也不知道孩子会不会有问题。我说别吓唬自己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其实我还挺高兴我妈怀孕的，我并不排斥有个2胎的弟弟或者妹妹，因为我爸平日里言传身教，以身作则，给足了我安全感。我会爱弟弟或者妹妹的，就像爱爸爸你一样。我妈快生的时候，久没有消息的周大言又出现了。这次他直接来到我的新学校，找到我的班主任说要见我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我爸来了，一看是周大言，我转身就走。碎碎，你别走，我还没跟你说话。我不为所动，我跟他能有什么好说的？周大言不好好工作，赚钱还债，没事跑来我学校干什么？我都听说了，你妈又怀孕了。周大言跟在我身后，嘴巴唧唧歪歪个不停，据说还是个儿子呢。提到儿子的时候，周大言语气充满了嫉妒。他还没生到儿子呢，结果我妈先怀上了。我气笑，看着穿着皱巴巴衣服的周大言反问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碎碎，你年纪小，不知道奶娃娃多磨人，等你弟弟生下来，江家哪里还有你的位置？你那后爸嘴上说多好听，真有了自己儿子，人家还会管你死活？合着你今天来是挑拨离间的呀？周大言立马摇头，死鸭子嘴硬道：我这是心疼你，也是怕你以后在江家吃亏，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你放心，我还挺好的，但我放心不下你。碎碎，你不能再指望你妈和你后爸了，江家以后容不下你。你回来我这边。周大言眼睛闪了闪，忽然语出惊人：你在说什么？我觉得匪夷所思。周大言没事吧？他哪来的勇气说出这种话呀？你别这个眼神看我碎碎，你和江安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一点永远改变不了。后爸就是后爸。周大言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，还问我是不是这个理。我笑了，后爸给我买了房子，买了很多首饰，你是亲爸，你给过我什么？周大言不屑一笑，房子首饰我也能买。好啊，立刻带我去买，给我买2栋别墅先，买了我就跟你回周家。周大言声音一顿，我手上的钱还没回笼，要过2天，直到现在还死鸭子嘴硬装大款呢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语气却很平静，买不起就算了，我在江家也挺好的，不愁吃不愁穿，我爸还给我公司的股份，成年之后就可以继承了。周大言火冒三丈，脸色铁青地瞪着我。只是说过2天，怎么就是买不起了？你怎么这么势利？跟你学的呗。我妈生不出儿子就要被离婚，你买不起房子，我就不认你。这句话说的要多直白有多直白，气得他要抬手打我。你说什么？江碎碎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敢打我一下，我爸能把你的手废掉，你信不信？我甚至往前走了一步，盯着周大言蒲扇般的大手。他那一巴掌没有打下来，周大言放下手，终于露出真面目：死丫头，白眼狼，赔钱货！既然我是赔钱货，为什么还找我回周家呢？周大言，你其实也信了我妈说的我命里带财，在你身边能让你发财吧？除开这个原因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了。毕竟周大言那么重男轻女，又跟我没有任何感情。不等他回答，我接着说：你死心吧，我不会回去的，永远都不会。那天周大言被我气得很惨，以至于忘了在学校，直接破口大骂。他的骂声惊动了老师和学校门卫，最后被强行带走了。
我没有跟我爸妈说他又来找过我，因为没多久，我妈就生了一个白白嫩嫩的弟弟。家里人很高兴，但并没有因此忽略我。电视上看到的好东西都给弟弟的情况，完全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不管是我爸妈还是爷爷奶奶，准备礼物都是一式两份，我和弟弟一人一份。我跟弟弟感情很好。我高中要住校的时候，弟弟抱着我的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嚎啕大哭，拜我弟弟所赐。当天我就在学校出名了。周云云知道跟我同一个学校时，迫不及待来找了我。她跟周大言一样，对我冷嘲热讽：“江穗穗，你有弟弟了，你的好日子结束了。”我才知道，周云云也跟我考了同一所高中，不过她原本成绩也不错。考到本市最好的高中不算奇怪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关心。不过我弟弟很爱我，开学还特地送了我一个钻石发卡。我指了指头上的发夹，其实不算是开学礼物，而是我的生日礼物。我弟弟背着我，用他的压岁钱买的。周云云拉下脸，一个破发卡就被收买了。江穗穗，你真丢人。他刚说完，身后忽然响起姚静的声音：“云云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赶紧的，东西收一下，跟我回家。”姚静比几年前胖了不少，整个人肥嘟嘟的，还推了一辆婴儿车。婴儿车上有2个不到1岁的奶娃娃。周云云脸色猛地变了，激动地冲姚静吼道：“妈，你来干什么？还带着他们2个？我来接你回家。这学校学费太贵了，咱们上不起，你以后别读了。”姚静说话时低着头看婴儿车里的孩子，并没有注意到我，只是她说的内容让我有点震惊。我这么小不读书能干什么？再说1学期也就2万块而已。姚静抬起头，用手戳她的脑袋。2万块而已，你口气倒大，也不想想我们要多久才能赚到这个钱？你不读书就带你妹妹呗。正好我要出去工作。周云云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：“我不带，又不是我女儿，为什么要我带？”我回过神来，看了看婴儿车上的2个小娃娃，确实都穿着小裙子。看来周大言到底没有生到他想要的儿子，真讽刺。那天周云云和姚静在学校大吵了一架，母女俩谁也没说服谁，但周云云最终没有退学。只不过这所学校汇集的都是尖子生，周云云踩着线考进来的，很快就跟不上学校的教学进度了。到高1下学期，她的成绩一落千丈，几乎每次看到她的名字都是在年级倒数。所以在听说我被星探挖掘的时候，周云云才萌生出了要去当明星的念头，还跟我下战帖。明星光鲜亮丽，赚的钱很多，而且也很快。后来周云云确实走学艺术这条路子了，还交了不少男朋友，整个学校传得沸沸扬扬。我想不知道都不行，只不过周云云没能如愿以偿当上大明星。据说毕业之后在横店摸爬滚打，但没有混出什么名堂。外婆80岁大寿的时候，我们一家4口坐着我爸刚买的私人飞机回去，在老家引起了很大轰动。老家的亲戚都恭维他老人家生了个好女儿，找了个好女婿。外婆笑得合不拢嘴，亲戚们看他这样，说得更起劲了。得多亏周大言眼睛够瞎，我们妙华才会找到安子这么个优秀的老公啊。对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周家最近爆出了个大丑闻呢。大家对这个八卦很感兴趣，纷纷追问是什么丑闻。外婆的干女儿捂着嘴笑得乐不可支。周大言后面不是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吗？大家都说跟他一点不像，也不像他那个老婆。结果怎么着？就在前几天，他老婆跟野男人好，被他当场抓包了。他那对双胞胎女儿跟那个野男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据说这会儿都11岁了。周大言这是给别人养了11年的女儿啊！尽管事情过去了很多年，但外婆对周大言依旧恨之入骨。听到这么个消息，他老人家啐了一口，这就是周大言死命追求儿子的下场。生了3个都是丫头片子不说，2个都是别人的种，放着自己的金蛋蛋闺女不要，
去当冤大头，老天爷都在惩罚他呢。周大言活该，这是他抛弃妻女的报应。后来听说周大言和姚静拉扯了很久，才离了婚。但这件事太丢脸，周大言在老家都被说成了绿毛龟，接下来几十年他都没再回去过，而我也没再见过他。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故事，我是富家千金，成人礼那天，和我哥商业联姻的嫂嫂送了我条项链，价值连城。我哥的小白花女朋友的贺礼，却是一条脏兮兮的野草编的手链。他怯生生地躲到我哥身后，无辜地瞅着我。周围一圈看戏的人，我竖起大拇指，夸他：“你的手艺和我哥的眼光一样差。”我是京圈小公主，成人礼万众瞩目，各界名流都来了。和我哥明家玉商业联姻的嫂嫂许荣华更是商界女强人，一身红色小西装，霸气冷艳。她踩着细高跟，越过衣着华丽的众人，走到我面前，将她精心准备的礼物递给我：“生日快乐，嘉瑞。”盒子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被项链上宝石发出的光芒刺到了眼睛。定睛一看，是那条我想要很久的宝石项链。Queen 家的限量款，全球仅有28件，每一条的设计都与众不同，千金难求。他居然弄到了，现在还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。激动之下，我难以言语。谢谢嫂嫂。我热情地去挽她的胳膊，想和她联络感情。人群中却传来骚动，居然是我那神出鬼没的霸总哥哥出现了。他身上的确是有威压众人的帝王之气，只是他身边跟着个怯生生的女孩，穿着素净的小白裙，拘谨扭捏，拉低了他的档次。这是伟哥另找的小白花女朋友，叫宋慧妍。他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，颤声道：“小妹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编织了一晚上的手链，希望你能喜欢。”他摊开手，露出一条青绿色的手链，上面脏兮兮的，还沾染了泥土，像是在路边随手扯的野草编的。就这东西，还编了一晚上。我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，他立即露怯，躲到伟哥身后，只敢伸出一只手。挺好的，我笑了笑，真诚地竖起大拇指。你的手艺和我哥的眼光一样差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爆发出看戏的哄笑声。宋慧妍更窘迫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伟哥明显的不赞同我此举，盯着我：“明嘉瑞，适可而止。”他喊我的大名，语气里夹杂着警告。我歪头瞅着他，状似不解：“哥，你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和我动怒吗？”随即招手，让佣人把嫂嫂送我的礼物展示出来。宋小姐眼光狭窄，恐怕不知道，只有这个级别的礼物才配得上我的身份。她双眸盈盈含泪，咬着唇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小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佳玉，你千万别因为我伤了你们兄妹之间的和气。一朵小白花当得这么卑微，也不值得我费心去计较。”我摆了摆手，希望宋小姐能有点清晰的自我认知，明白有些交际圈是你挤破头也进不来的。闻言，她更伤心了，那惨白的面色如丧考妣。明嘉瑞，我一再贬低他的心上人。伟哥终于怒了，不过目前的招数也只有经典的霸总咆哮式警告。我不以为意，侧眸朝嫂嫂灿然一笑：“这里空气不好，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聊。”他瞥了我一眼，依言离开。成人礼的前一天，我觉醒了自己只是一本霸总文里的恶毒千金女配，而伟哥是男主，宋慧妍是女主。原著中，伟哥喜欢她，但也轻贱她，把她当玩物。两人感情升温，还得靠我想方设法的给宋慧妍使绊子，凭着阴狠下作的手段，一次次地让她陷入危机，最后一次殃及生命。他差点失去了宋慧妍，才明白自己早就深深地爱上了她，大义灭亲，把我送进监狱。宋慧妍的其他追求者，所谓的男二用了点手段，让我受尽虐待，最后不得好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并不是我幼年走失的亲哥，而是渣爹初恋给他生的孩子。为了弥补他，替他遮掩了真相，早早地把他立为明家的继承人。我妈傻傻地以为他是自己的亲骨肉，
对他千好万好，最后换来亲生女儿锒铛入狱的噩耗。直到他缠绵病榻时，他才残忍地撕开真相，让我妈含恨而终。这样的剧情令我嗤之以鼻。不过我最费解的还是，嫂嫂是天之娇女，高贵无双，这样璀璨明亮的她，却沦为宋慧妍通往上流社会的垫脚石。不知道是哪个脑残作者想出来的剧情。总而言之，我俩都没有好下场。走到僻静处，他松开我的手，淡声道：“嘉瑞，他是你哥，你不应该这样。”他顿了顿，补充：“至少不应该在公开的场合给他难堪。”我懂他的意思。伟哥现在是明家的掌权人，他担心我出了他的逆鳞，以后的日子不好过。毕竟豪门里多的是娇生惯养，离开家族毛都不是的傀儡千金，像他这样继承家业独当一面的大小姐并不多。而嫂嫂也是更看重事业，两家联姻强联合，只会让权势更上一层楼，所以他才不会在乎我哥外面有没有人。我莞尔，嫂嫂，我已经不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了。我抱住她的手臂，头靠在她的肩头，仰头看她的目光中染着崇拜。嫂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除了姑嫂关系以外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？或许你和我的联合会比和我哥更加牢固。他怔了一秒，旋即了然，低眸，美容在我视线里放大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你想要夺权？顿时我笑得无比灿烂。知我者，嫂嫂也。与其被动地成为炮灰，不如先把一切不确定因素扼杀在摇篮里。我期待地询问：“那你愿意吗？”他回我：“有何不可呢？”我俩默契地达成约定，相视一笑。再回到大厅时，我的心情无比舒畅愉悦，在宾客中溜了一圈，和相熟的叔伯阿姨寒暄，他们都夸我好看，被父母兄长养得水灵。不知道哪家有幸摘得这颗红艳艳的果实，我面上笑语盈盈，内心却嗤之以鼻。谁要当娇艳的红玫瑰了？我是株有毒的野百合，找了个借口溜之大吉。我准备回头去找嫂嫂的时候，伟哥来了。他身后没了那条令人厌烦的小尾巴。嘉瑞，他递上一个盒子，这才是慧妍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我随意地瞥了眼，忽感好奇。哥，你到底喜欢宋慧妍什么？他单纯坚韧，阳光积极。提及原因时，他嘴角都抿着幸福的笑容，如同一个陷入热恋中毛头小伙子。那双幽冷深邃的黑眸里，更是罕见地露出柔和的神色。这听起来的确是很美好。我歪头想了想，无比赞同。伟哥神色一松，问我：“那你愿意看在哥哥的面子上，对他好一点吗？那哥哥，你能和他结婚吗？”我反问他。不出所料，他沉默了。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？自然是不能的。宋慧妍家中无权无势，还有个生病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要养，对他来说毫无利益可言。他只是把他当成心爱的宠物养罢了。婚姻，那是总裁玩弄权势的手段；女人，那是总裁无聊时改善生活的调剂品。最后他说：“我会在我最大的能力范围内给他幸福。”我承诺，我会帮你的。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和你的小白花女朋友长长久久地在一起了。瞧，我多善解人意，他也欣慰无比。嘉瑞真乖。我的成人礼声势浩大，不少豪门少爷都到我面前刷存在感，希望能赢得我的青睐。可男人有什么意思呢？我的目光追寻着人群中的嫂嫂，她像是女王一般，在一群男人中间毫不露怯，谈笑风生，一举一动皆是风采。他才是我真正崇拜、仰慕、憧憬的人。我绕开一群花，孔雀开屏求爱一般的男人，提着裙摆走向他，至少吸引了一半落在他身上贪婪淫秽的目光。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色眯眯地笑着，这辈子不能成为徐总裙下的艳鬼，能娶了明小姐，当你的妹夫也不枉此生。说着，他打量的目光越发肆无忌惮。嫂嫂撩了撩眼皮，手中的高脚杯骤然往地上一摔，啪，碎玻璃渣溅得老高。刚才还热闹的气氛顿时陷入低谷。
他低声的冷笑：“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也敢肖想白天鹅？”被侮辱了人格的男人勃然大怒，脸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。他怒目而视：“许荣华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要不是看在明爷的面子上，谁愿意捧你这双臭脚？”这句话听得我也是心中动怒。什么叫看在明爷的面子上？我嫂嫂她现在拥有的一切，都是她单枪匹马的驰骋商场，凭一己之力开拓的，和伟哥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女人要附庸在男人身上，才能显现出价值？我反唇相讥：“黄先生很羡慕我嫂嫂吧？不如换你来和我哥联姻，看其他人买不买账，又看你这双香港脚有没有人来捧你。”黄先生噎了一下，无话可说。嫂嫂扫视众人一眼，警告：“明家瑞是我护的人，谁敢再打他的主意，下场犹如此悲。”嗓音清淡，声调却铿锵有力。众人都为之一振，看我们的眼神里多多少少的都有了些忌惮。而能震慑住他们的，不是我那伟哥，而是嫂嫂拥有的绝对实力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成长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，不被人轻看。我们一同走出喧嚣的大厅，他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擦的一声，打火机亮起火光，点燃了他两指间夹住的女士香烟。抽了一口后，他吐出乳白色的烟圈。生意场上肮脏龌龊，你刚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嘉瑞，夺权之路并非你想的那么容易。那嫂嫂你呢？我看向他，当年叔叔去世的时候，你的身边群狼环伺，年仅18的你，还不是撑起了偌大的许家？嫂嫂弹了弹烟灰，眼底有些许落寞之色。那是我从小就被我爸带在身边，有些事情耳濡目染，习惯了。那嫂嫂愿意培养我吗？不像伟，我哥那渣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。有人在商场上和你相互扶持，总好过你单打独斗。我靠近他，低缓的嗓音里尽是蛊惑。嫂嫂缓缓眯眸，漂亮的丹凤眼中多了几分迷蒙之色。他心动了。几分钟后，他抽完了那支烟，将烟头扔进垃圾桶里。从明天开始，来我公司给我打下手。我喜出望外，嫂嫂，我最爱你了。没忍住，我搂住他的脖子，往他脸上狠狠地嘬了一口。他碰了碰被我亲过的脸颊，嘴角扬了又扬，看得出来他很高兴。他独身一人多年，很少有个亲近的人，闺蜜、朋友、家人都没有。宴会结束后，是嫂嫂开车送回我的家。一场成人礼，不知道促成了多少单交易。总之，渣爹非常满意，在我妈面前炫耀：“老婆，你看呐，咱们儿子多争气，明氏集团交到他手上是完全正确的选择。”我妈笑而不语，面容温婉，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品尝。渣爹仍在那里洋洋自得。随我，若非觉醒了那些记忆，我当真会以为自己家庭和美父贤母慈，手足情深。结果是伟哥，怪不得他对我若即若离。我没忍住对渣爹：“随你什么？随你在外面找女人吗？”渣爹脸色一变，吼我：“明家瑞，你乱说什么？”我走上旋转楼梯的脚步一顿，凉凉地看向他：“爸，你是真装糊涂，还是演技太好？我哥今天带了他所谓的女朋友来扰场子，送我的礼物居然还是野草编的手链，简直丢人现眼。”我妈一听，那可还了得，伟哥在他面前装的可是好儿子好哥哥，和嫂嫂更是恩爱的一对。你说真的？我瞬间来了精神，飞奔下楼，和我妈吐槽：“哥他好歹受了那么多年的精英教育，看女人的眼光却奇差，喜欢矫揉造作的小白花，这是遗传了我爸吗？我听说我爸当年的初恋就是这类型。”我喋喋不休：“妈，你可得防着我爸，小心他也在外面养了个，状似看不见他越来越冷的脸色。”无所顾忌地把所有坏话都倒进我妈的耳朵里。渣爹脸色黑如锅底：“明家瑞，你住嘴！”我立即噤声，害怕地躲进我妈怀里，瞅着她抱怨：“你那么凶干嘛？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。”前18年，渣爹在我的生活里参与感并不强，
只是每次出现，扮演的都是慈父角色，几乎没怎么对我疾言厉色。我妈拍着我的背安抚：冷冷，女儿开个玩笑而已，你那么急，莫非心里真的有鬼？渣爹连忙缓和了脸色：老婆，没谱的是这孩子拿着到处乱说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妈仍旧护着我：你这些年来忙于生意，对嘉瑞的关爱太少，你没资格凶他。说罢，拉着我上楼。我乖乖巧巧的，仍旧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。我妈养尊处优，可不代表她傻。今天这些话必定会在她心底种下疙瘩。只是我该怎么告诉她，爱护了20几年的儿子并非亲生，而是三生的呢？算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我妈好歹也是老贵圈人了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。想必外遇私生子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小打小闹，再不然以牙还牙，也给我妈找个。为了逼真，我特意的哭了一场。我妈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把我哄好。彼时已是深夜，她索性在我房间里睡下了。翌日一早，我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渣爹难得的在家和我同桌吃饭，他亲自为我盛了一碗鲜虾粥，尽显慈父形象。嘉瑞，你考虑好申请什么学校了吗？是出国去学设计还是艺术？我微笑着接过碗，用汤匙搅动着粥，轻声的回应：谢谢爸爸，不过我还是准备留在国内上大学，学金融。你说什么？刚才还和颜悦色的男人立刻脸色冷凝，眼底布满不可思议。我抬眸，疑惑地瞅着他：怎么了，爸爸？你不高兴吗？集团这么大，哥哥一个人肯定管理不过来，我得进公司帮帮他。他收敛了异色，连忙道：不是，你是明家的小公主，赚钱有我和你哥哥就行，你和你妈妈好好的享受生活就好。我微微一笑，不再搭话，仿若把他的话听进去了。在那书里，前妻我作死入狱，带给我妈的刺激太大了。渣爹为了赶快和他的初恋团聚，对他吃的要做手脚，这才导致他病情加重。如此不忠之人，当然要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才好。渣爹的身体不太好，常年都吃着补药，而我姥爷是老中医，我妈跟着他勤学苦练，医术不错，所以这些年渣爹的补药都是我妈亲手配制的。我低眸思忖，该怎么让我妈同意，给他点苦头吃。吃完早饭后，渣爹去公司，我拉着我妈外出，她以为我是要带她去购物，欣然前往。结果车子开到了一座度假庄园里，一个身形颀长的中年男人穿着骑马装在骑马。我妈下车时，看到英俊伟岸的男人时，明显的一愣，旋即转身要走。中年男人已经牵着马往这边走来，叫他的名字：紫金。我妈身形一僵，走不动路了。我看着那温润儒雅的男人，笑了。谁还没个初恋呢？那个中年男人是我妈的心头爱，当年两人爱得要死要活，但他是缉毒警察，曾诈死当了卧底。我妈得知他的死讯时，哭天抢地，几番想要跟着他去了。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年，我妈才缓过劲儿来，终于注意到身体年迈的父母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嫁给了渣爹。渣爹因为我妈当年身份不俗，抛弃初恋娶了她，以为可以吃个绝户。结果我妈并非无知妇人，两家公司合并后，有了今天的明氏集团。但我妈把属于她娘家的那份攥得牢牢的，并且手上也有了一定的明家股份，势头一度超过渣爹。而我妈的初恋完成任务回来，看到的就是爱人另嫁他人相夫教子的场景。即便两人还是相爱，但也被道德伦理制造的鸿沟永远的相隔两岸。而他因为觉得亏欠了我妈，至今未娶。如今即便是精卫填海，我也把这条沟壑给他平了。仅是短暂的愣怔后，我妈加快脚步就想要离开这里。我急忙拉住她：妈，你和秦叔叔好歹也有情分在，不可能一辈子都不见面吧？她不赞成地瞪了我一眼：我已经结婚了。嗨，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说：妈，只是老友见面而已。不等他反驳，我冲着后面快步地赶来的人说：秦叔叔，
我妈就交给你了。我下午来接她回家。”话落，我匆匆地上车，吩咐司机开车，留给我妈的只有一脸车尾气。离开度假庄园后，我赶往许氏集团，兴许是嫂嫂早就吩咐过前台。我一进入他公司，就被人请到了总裁办。彼时他正在签署文件，看到我来了，只是抬眸瞥了我眼，随便坐，然后对秘书说：“去把我刚带上的奶茶拿给明小姐。”我一瞧，那居然是阿喜家的冰激凌红茶，顿时喜滋滋地接过。秘书补充了一句：“明小姐，这是徐总知道你要来，特意给你买的。这些年来，徐总孤身一人，可很少主动地给谁买东西，您这是头一份啊。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慨，虽是调侃的话，但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不过我最高兴还是嫂嫂居然清楚我的喜好，不管是那条宝石项链，还是这杯冰激凌红茶。嫂嫂偶然间抬头，见我抱着奶茶爱不释手，不禁觉得好笑。你可真有趣，既喜欢昂贵的珠宝首饰，又喜欢喝便宜的奶茶。我咬着吸管，吸着里面的饮料，这不丢人吧？阿喜家是凭实力征服我的胃，更何况这家奶茶店还是嫂嫂你开的。他签字的动作一顿，美眸中闪过些许诧异：“你居然知道？”我凑过去和他贫嘴：“关于嫂嫂的事，我都知道。要是不机灵点儿，怎么能讨得嫂嫂的欢心，让嫂嫂心甘情愿地教我经商呢？”油嘴滑舌，他推开我的脸，将一沓资料撂在我面前：“去，把这些全看了。2个小时后我来抽问。”我扫了眼，发现那叠资料足足的有1厘米厚，不禁回想起高3抱着5年高考3年模拟啃的日子，那可真是废寝忘食啊！刚高考完不久，骨子里还有奋战高考的热血在，看到这些东西有点兴奋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可真等开始看的时候，那些陌生的专有名字又让我云里雾里。就在我抓耳挠腮的时候，身后飘来一阵清淡的冷梅香。嫂嫂微微的俯身，靠我很近。哪里不懂，她的声音婉转动听，和她冷艳的外表极其不符，可以抚平人心中的烦躁。更何况我还是个声控，这让我有了一种陌生的体验。我指向一个专有名字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紧接着，他就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解其中的意思，比家教还要耐心，有他手把手地教我。一些东西我很快的就上手了。他夸我不愧是高考生，大脑运转速度快，学东西也快。从小到大，夸我的人不少，可除了我妈以外，还没有一个人的夸奖会让我有这种心花怒放的感觉，浑身都充满了动力。下午，嫂嫂开完会后，带我去她公司楼下的小吃店吃下午茶。我点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酒酿圆子，等待的间隙，忽然听到身后有娇滴滴的声音响起：“佳玉，你尝一下，他们家的蛋糕很甜的。”我颇感有趣，回眸就见宋慧妍用勺子挖了一勺蛋糕，喂到伟哥嘴边，他张嘴配合的吃了，然后宋慧妍仰起脸，笑容灿烂：“好吃吧？”“嗯。”伟哥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却也能听出他声音里暗含的愉悦。反观我对面的嫂嫂，仍旧吃着自己的东西，处变不惊。我问他：“我哥是不是来找你的？”“嗯。”嫂嫂也分了块蛋糕给我。每周3他都会和我吃一次晚餐，和未婚妻吃晚餐前，还要陪情人用下午茶。我这个伟哥行程安排的可真满。嫂嫂，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？他的语气无波无澜，公事公办而已。尽管如此，伟哥的做法还是令人膈应的慌。果然，男人都是靠不住的。看着面容冷淡的嫂嫂，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，当即道：“以后周3的约我来赴。”“嫂嫂，你不用和我哥虚以为蛇了。”嫂嫂面露错愕，张了张唇，终究是什么都没说。很快的，服务员就把我们的酒酿圆子盛上来了。我默默地吃着，等到一碗酒酿圆子见底时，那厢宋慧妍和伟哥的约会也结束了。伟哥去收银台付款，宋慧妍闲来无事，眼神乱瞟，一眼看到了我们。
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，居然是小妹你哎！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却没有任何应付的心思，偏偏她没有丝毫自知之明，冲伟哥兴奋地大叫：“佳玉，你快来看，真的是小妹哎！”被他这么一闹，原本走到店门口的伟哥也不得不调转脚步，往我们这边而来。宋慧妍朝他摊手，命令道：“拿来！”伟哥皱了下眉，什么？见他没有 get 到自己的意思，宋慧妍哎呀一声，直接上手，从他西装裤兜里掏出一个红色丝绒盒子。彼时店内来往顾客颇多，他却张扬道：“小妹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是穷人出身，但我很努力地朝你哥靠近了。这是我用大学兼职存下来的钱，补偿给你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能满意。”话落，双手捧着那丝绒盒子，郑重地递到我面前。不少人都被他的声音吸引过来，各种好奇看戏的目光落到我们这里，仿佛我不接他的礼物就是罪大恶极，会遭万人唾弃。这是真性情还是故意为之呢？我冷笑一声，越过他直接看向伟哥：“哥，你不管吗？毕竟你的正牌未婚妻就在这里，你的小情人还这么招摇过市，是生怕外人看不成我们明家的笑话吗？”宋慧睨了眼嫂嫂，仿佛是才发现她的存在，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许小姐，我不知道会在这里碰见你，没关系。”嫂嫂神色如旧：“我不会和一个瞎子计较的。”宋慧妍立刻渲然欲泣，手足无措地去看我哥：“我是不是得罪许小姐了？”伟哥眉头一皱，就要维护小白花。我赶在他开口前，抬手指住他的话头：“什么都别解释，你当三我不反对，但也学会低调，在正宫面前更要夹紧尾巴做人。”宋慧妍面上血色尽失，身体摇摇欲坠：“小妹，你不要污蔑我，我不是三，我和你哥哥是真心的相爱的。如果他自我认知再清晰一点，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偏偏他不知死活，要到我枪口上撞上一撞。我说爱有个屁用啊！我哥可是亲口和我说过，他不会娶你，说到你还不是给他暖床的工具人罢了。最终他都是要和我嫂嫂结婚的，到最后他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你就如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姐一般，拿点钱就把你打发了。我越说越过分，周围的吃瓜群众们开始拿手机拍照，还低声地议论起来。伟哥面色黑沉，怒声呵斥：“够了！”明嘉瑞被他那么一吼，我眨了眨眼，双眸湿润了。哥，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这难道不是什么事实吗？他似是想要说教，可是我没给他这个机会，伤心地扑进嫂嫂怀里，嗷呜一下大声哭了出来。嫂嫂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冷声地警告：“明嘉玉，管好你的情人们，别让他们舞到嘉瑞面前来，否则我只能亲自上手替你收拾了。”说罢，嫂嫂带着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与他们擦肩而过时，我从嫂嫂怀里抬起头，冲着明嘉玉和宋慧妍做了个挑衅的表情。不负众望，吃瓜群众们将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我声势浩大的成人礼有热度在，很快的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。若说前一天，网友们还在调侃：“小姐，您是不是忘了把老奴带走？”那么后一天，所谓的顶级豪门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群嘲。只可惜，这些都是小打小闹而已，对根深蒂固的名家来说不痛不痒。反而是宋慧妍被骂到体无完肤，她的公司碍于压力，不得不把她辞了。后来伟哥隆重的出场，替她打脸上司，高调的将人带走，并花钱压下了那些热搜。俗话说得好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即便如此，网友们还是在他的微博、抖音下玩梗：“少爷，您那么多情人，不缺我一个吧？您不用到我这里来，钱到位就行。”堂堂顶级豪门，面子一天之内丢得干净。那些经典评论，我看一条了一次，甚至还截图发到微博，搞了个抽奖活动，奖励他们妙语连珠。网民们感动大发了，纷纷的夸我：“看，咱大小姐年龄最小，格局可大着呢。”2天过后，我涨粉1000万，
踩着伟哥的脸成了千万粉丝博主，这种感觉可真妙。渣爹为此大发脾气。明佳瑞，这些年你的教养都被吃到狗肚子里了吗？我嫌他烦，掏了掏耳朵。爸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做人要经得起批评。我哥是做错了，那就要虚心的接受大众的指正。你说对吗？渣爹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见我油盐不进，又去找我妈。老婆，难道你忍心看到儿子受这些委屈？我妈在做美甲，闻言头也不抬，无脑的支持我。女儿说的话挺对的，为此渣爹更是跳脚不已。我暗自得意，渣爹还以为我妈是一问三不知的贤妻良母呢。她还如同以前那般自以为是，以工作的名义歇在公司，和我哥一样3天2头的不回家。我呢，心疼我妈，怕她寂寞，特意的带着她外出散心，恰巧把车开到渣爹老初恋的小区附近，然后车爆胎了。我打电话给秦叔叔，让他来接我们。等待的途中，不巧撞见渣爹搂着老初恋回来，后面还跟着伟哥，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，一口一个爸妈喊得亲密。我以为我妈会失控，结果她只是撵着花瓣玩。等到3人进了居民楼，把整朵花都扔到地上碾碎，从树荫下走出来，轻声道：“她在外面养女人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没想到连儿子都是别人的。谁能想到呢？若不是有了上帝视角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伟哥是私生子，他顶替了我亲哥的身份。或许这本书的设定一直都是偏爱男主的吧，让我妈这个苦命人被如此戏弄。后来秦叔叔赶到，我妈拜托他调查老初恋的事，一沓厚厚的资料放到他面前，秦叔叔内疚不已。紫金，对不起，他在愧疚。如果他没有离开，或许我妈就不会所嫁非人。我妈优雅地喝了口咖啡，笑容浅淡。不怪你，你做的是大事。那一个下午，他们促膝长谈，具体谈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，但2人之间的隔阂肯定是没有了。渣爹见我妈不理事，大感生气，偏偏他的钱都在我妈手里，他不敢和我妈撕破脸，只能怒然离家。我凑过去和我妈建议，我们母女联手，一起让渣爹伟哥下地狱，咋样？我妈无情地推开我，就你，算了，语气里满是嫌弃。你怎么还看不起人类？我不服。我妈无奈地摇头，道：你还是趁着有时间，多和你嫂嫂学些本事，将来也好掌管偌大的明家不是？她的话无疑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我有一个清醒理智的老妈，还有一个本事强大的嫂嫂，完全可以躺赢。我需要做的只是努力地充实自己，争取早日走到前线，和我倾慕的人比肩而立，征战商场。我再次去嫂嫂的公司时，她要出去和其他公司的老总喝酒，我求着她带我一起去。嫂嫂本不想同意的，奈何我撒娇功夫一流。在酒桌上，我再次遇见了黄先生，那个意淫我的人。他比以前更丑，西装外套的扣子扣着，将他的啤酒肚勒成了上下2半。他起身，不怀好意的目光在我身上上下的打量。握手时，他肥胖的手指在一年轻姑娘嫩白的手指上摩挲，那姑娘拽了几次都没能挣脱。嫂嫂秀眉一蹙，不知道从哪里抄出来把菜刀，抵在了黄先生的手腕上，语气淡漠的威胁：黄先生，如果学不会尊重女性的话，就把手剁了吧。闻言，他肥硕的身体抖了抖，面露讨好。许总可真会说笑。然后战战兢兢地放开手，火速地逃到了离我们最远的位置。嫂嫂见他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后，收好菜刀，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，同我耳语。这种事情稀松平常，但是千万不能妥协，最好学我。我心中划过暖流，乖巧地点头，谢谢嫂嫂。整场谈判下来都非常顺利，一群大男人都干不过嫂嫂一个女子，被喝趴下了。我看她在酒桌上潇洒自如的样子，难以想象她父亲过世的那段时间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她整整的大了我8岁，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时，我还在读中学。经过这么多年世事的浸染，
嫂嫂上越发具有成熟的韵味。伟哥真是眼拙，放着这么优秀的女人不喜欢，偏偏看上了宋慧妍那朵小百花，倒是便宜了我。喝醉酒后，想起这段时间来和他的朝夕相处，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足够我受益终生。我不禁痴痴地笑了起来，感谢伟哥，让我抱到了一根粗大腿。嫂嫂送完客户，一回头就见我笑得跟个傻子似的。他问我什么事这么开心，我咧嘴灿烂一笑，一下子没站稳，跌进了他怀里，打了个酒嗝，趴在他肩膀上胡言乱语。我妈说让我踏实的跟着你学，渣爹伟哥他来收拾，所以你可得好好的教我，不然对不起我妈的嘱托。当年许叔叔过世时，嫂嫂一人扛起了整个许家，为了让他有后盾，我妈做主定下了他和伟哥的婚约，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世人，他的身后还有明家。我妈虽然很少插手公司的事，但明家大半股份都在他手里攥着，他才是真正的话事人，渣爹伟哥对外的形象代言人罢了。我妈聪明，常常对我说，你可以选择当个全职太太，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到男人身上。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，没有人能真正的靠住，个人自有个人的活法，婚姻也不是必需品，只要你能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好，哪怕你寡一辈子，我都没意见。我妈让我追求自由，渣爹却想把我培养成标准的名媛闺秀，将来联姻用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一夜好梦。我醒来时，嫂嫂还在熟睡中，我习惯侧睡，她似乎更喜欢平躺着，一手放在身侧，一手放在脑袋边，呼吸平稳而轻缓。她昨晚似乎是为了照顾我，忙活到了半夜，没有换衣服，倒头就睡了。我心中忽然有些过意不去，轻轻地起身，想要去叫餐，结果就是这轻微的动静，把他给闹醒了。他的眉眼间染了些许疲惫，揉着眉心说：“你记住啊，你的酒量是5瓶啤酒，去上大学和别人出去喝酒的话，千万不能超过这个量。”他正在以身作则，传授我一些社会经验。好嘞，我答应的那叫一个利索。离开学的时间越近，我越发的珍惜和他相处的时光。吃完早餐后，他开车送我回家。我闲得无聊，刷视频打发时间，却吃到了一个惊天大瓜。景浩豪门阔太埋伏抓3老公和初恋激烈如火烧景浩，某总为了弥补与初恋的儿子，竟然狸猫换太子，欺瞒结发妻子20几年。经过一夜的发酵，这个新闻已经大爆，在榜一挂了整整1晚。不用猜，这写的也是我家的事。这些细节狗仔们能扒得那么清楚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妈主动的爆料的。只是我看到这个词条时，还是大为震惊。渣爹都一把年纪了，初恋也是年老色衰了，两人还能这样搞？被好事的媒体用激烈如火烧来形容，想必渣爹吃的那些补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妈，回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我妈。彼时渣爹正愤怒地砸碎一个天青瓷，指责我妈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过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了。你现在弄得众人皆知，除了让人看笑话之外，你讨到什么好？钱呀！我妈慢悠悠地啜了口茶。你婚内出轨，我占理，可以分你不少钱。你渣爹一气之下，牙疼的毛病犯了，呼哧呼哧地吸着冷气。他不敢得罪我妈，又把火气撒向了我。这些年，你们母女俩能顺风顺水、无忧无虑，靠的不还是我？要是离了婚，你妈一个徐娘半老，还会有谁要？离了你爸我，谁还会高看你一眼？他在威胁我，要是还想过这种荣华富贵、高人一等的日子，就劝我妈适可而止，最好开个发布会，向大众澄清这事儿全是误会。我心中连连冷笑，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怎会如他所愿呢？我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长哦了一声说：“爸，原来你是担心我妈离婚后找不到下家呀？没关系的，我妈的初恋秦叔叔还眼巴巴地盼着能和她重修就好呢。”
闻言，渣爹错愕地瞪大了双眼。好啊，你原来早就做好了打算，所以你早就把我给绿了。我妈依旧淡定从容，并不正面回答。彼此，我却故作疑惑。爸，你和我妈都各自找了自己的初恋，扯平了，你那么生气做什么？他蓦地转头盯着我，眼神犹如恶鬼，抬手颤抖着指向我。你个孽女，感谢，这是对我最好的夸奖了。我露齿一笑，眼见着渣爹快要被气死了。我妈扶了扶裙摆，优雅的起身，悠悠道：别动怒，当初你爸就是气急攻心中风死的。这阵子我给了吃了好些补药，好心好意的给你调养身体，可别适得其反了。他赫然地睁大了眼睛，太阳穴青筋暴跳，砰！一声巨响后，整个人竟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整个客厅里只有我们3个人，并且监控器也坏了，还在维修当中。我妈慢悠悠地喝完一杯茶，才似受到惊吓一般，颤颤巍巍地起身，双腿虚软，差点摔倒。妈！我急忙接住她，想扶她坐下。她指着地上的渣爹，哽咽道：快嘉瑞，快叫救护车！我连忙照做。等救护车来将人拉走后，我走到我妈身边，悄声地问她：妈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她无比淡定：你外公可是老中医，我在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不止一星半点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但还是因为送医不及时，脑袋又磕到了地上，导致偏瘫，恢复的可能性不大，就连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伺候。管家把消息带回来时，我正在陪我妈吃中午饭。她试探着问：夫人，要不要我安排人去照顾先生？我妈高兴地多喝了一碗鸡汤，擦了擦嘴角的汤渍，说：白浪费钱。我老公好吃好喝的供着杜春英这么多年，该到了他报恩的时候了。直接把人送去他家，给他照料。杜春英就是渣爹的老初恋。管家闻言哎了一声，高高兴兴地去办事。我不得不佩服我妈的手段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偏瘫呐，这对骄傲了一辈子的渣爹来说可不好受哦。随着渣爹的倒台，可以说伟哥的靠山倒了一半，再加上他这段时间忙于和宋慧妍的男人们纠缠，为了博美人一笑，丢了好几个大单。我妈趁此联合股东们，剥夺了他总裁的位置。霸总娇妻文学里，为了表现霸总的强大，常常会描写他们用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来震慑对手，这不妥妥地涉黑吗？成人礼后，我就拜托秦叔叔仔细地查查伟哥的底细。秦叔叔有人脉，果然调查到伟哥手脚不干净。拿到证据后，我直接将他检举了。他犯的是能让他踩20年缝纫机。而这时候的剧情恰好进行到虐的那一部分。上次在许氏集团楼下的小吃店不欢而散后，宋慧妍回去和伟哥大吵了一架，要求伟哥和嫂嫂取消婚约，和他领证，并且要将喜讯挂在明氏集团的微博上，否则就和他分手。伟哥觉得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冒犯，冷冷地回他一句：做梦，然后走人。宋慧妍心寒至极，单方面分手跑了。伟哥知道后更加生气，把人追回来后就断掉他所有的经济来源，将人关了起来。宋慧妍找机会拿到手机，打电话向我求助。我好心的帮他报了警，伟哥被当场带走。宋慧妍看到我来，感动得稀里哗啦，哇呜一声哭了出来。小妹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果然男人都是靠不住的东西，只有女孩才是真正的互帮互助。他做事要来抱我，我灵活地闪开，打破了他的自作多情。我不是来帮你的，我是来送你去踩缝纫机的。他愣了愣，不懂我的意思。我缓缓道：你背着我哥偷了他50万，拿去给你爸付医药费，对吧？他诚实地点点头，旋即脸色涨红，张口辩解：我那是我爸病犯了，我无奈之下才。当时他正在和伟哥冷战，怎么拉得下那张脸问他要钱呢？只好偷了，不用解释。我打断他的话：不问自取是为贼。我只知道我哥的50万不见了，多余的话
留着和警察叔叔解释吧。不顾他的哭泣，我把他送到了派出所。我妈和渣爹离了婚，并逼迫他将我立为公司继承人。他痛失所有，每年只能靠着微薄的分红度日。我以为所有事情到此为止，没想到他让人把这些年渣爹为老初恋花销的账单打了出来，对管家道：“从他分红里扣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给我还完为止。”这花的钱要还好多年吧，就看他的老初恋乐不乐意地伺候他，陪他过几年穷苦日子了。而后，我妈开始张罗我上大学的事宜。她说：“好了，妈算是替你扫清了所有障碍，接下来就得靠你自己努力了。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，今天这些靠的全是我妈和嫂嫂。不过我相信自己也会很快的成长起来，让自己的肩膀足够厚实，替他们遮风挡雨。上大学是嫂嫂送我去的，经过近3个月的相处，我和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忙活完一切，送她去校门口的路上，我走得极其缓慢，想要把时间无限的拉长，就是不想面临分别的场景。偏偏她是个理性的，不懂我心中酸楚，摊手问我要她的包。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。这以后我读书，他工作，见面的日子可不多了。我忍住泪意问他：“你会常来看我吗？”“好好读书。”他揉了揉我的头，“回家就能见了。”说罢，潇洒地离去。我叹了口气，哎，我看他上车，降下窗户，远远地和我摆手，让我快些回去。车子驶入川流不息中，我在原处站了很久。回寝室的路上，我捡到了一张写着诗句的银杏叶，直到相思了无益，为防惆怅是轻狂。不知道是哪位多情客的杰作。1个月后，我很好地适应了大学节奏，马上就是国庆节了。我妈应了秦叔叔的邀约，出去旅游了。她让我自己找个地方待着，我惆怅无比。寝室4个人都因为是第一次远离家人在外求学，本地的外地的都回家心切。转眼间寝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就在我暗自苦恼之际，沉寂许久的手机突然亮起，居然是嫂嫂给我发的消息：“出来，我在你寝室楼下。”我跑到阳台一看，果然是她。她这次穿了黑色的职业套裙，戴着我熟悉的白框眼镜，精明干练。我喜出望外，朝她挥手，略作收拾后，就冲下楼扑进她的怀里。“你怎么了？”她接住我，笑道：“怕你一个人无聊，和你一起过国庆节呀。”“太好了。”我蹭了蹭她，眼角眉梢全是喜意，“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”嫂嫂无奈地笑，似乎招架不住我这般热情。她开车带我回去，回的却不是我家，而是一套陌生的别墅。嫂嫂把钥匙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这是许氏集团新开发的富人别墅区，这套别墅是我送你的，庆祝你上大学的礼物。谢谢嫂嫂。”我珍惜地把钥匙揣进兜里，抱着她的手臂撒娇。等房子装修好了，我把我妈接来，我们一起住。嫂嫂说：“阿姨正忙着和秦叔叔重修旧好呢，那我们2个一起住，反正大家都无亲无故的，不如抱团取暖，到时候再看吧。”嫂嫂扶了扶眼镜，道：“行，到时候再看吧。岁月绵长，未来还早。”番外，我叫许荣华，是家中独女，自小就跟着我爸走南闯北，到处经商，居无定所的生活让我朋友少之又少。不过能和我爸在一起，倒也自足。可我没想到，安定的生活在我18岁时戛然而止。我爸出了车祸，只留了一个偌大的公司给我。彼时我从未见过的亲戚们都跑出来，嚷嚷着瓜分公司。我从未见过这般阵仗，心里存着害怕。我爸的葬礼上，紫金阿姨领着10岁的明佳瑞来看我，她心疼地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荣华，你别怕，阿姨会帮你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一松，伏在她膝盖上放声哭泣。哭完后，我的眼角发干，似乎是把所有眼泪都哭干了。浴血玲珑的明佳瑞一直拿他水灵灵的大眼睛将我瞅着，笨拙地伸出手，给了我一颗糖。小小年纪，说出的话却富含深意。他说：“姐姐，别哭了，
生活是苦的，但糖是甜的。我吃了那颗糖，果真甜，悲伤都被化解了不少。紫金阿姨帮我办完葬礼，带我回了她家。我见到了20岁的明佳玉，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就不喜欢她，这人心思太重。但是紫金阿姨拉着我的手问我：“荣华，你愿意当我的儿媳妇吗？”我心头是不愿意的，但联姻这事儿在豪门里稀松平常，为的是深入合作，有没有感情是其次。紫金阿姨的初衷是想有名目替我撑腰，只不过我抵触明佳玉，可就在对上明佳瑞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时，拒绝的话转了个圈，又被我吞了回去，变成了好。她高兴地拍手，我好喜欢大姐姐，我也想你当我家人。我莞尔，若是当家人的话，可以有很多种办法的。后来紫金阿姨忙我稳定局势，我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。也时常关注明佳瑞，知道他被明家娇养着长大。可突然有一天，他变得无比叛逆，开始不按明渣爹为他设定的路走。紫金阿姨说：“这孩子日后想到公司做事，荣华你忙我教教他，纵使没有他的嘱咐，我也会尽力的帮他实现他的愿望，就为了当年他曾给我的那一颗糖。”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